昨天下午，这个东家呢给我打电话，说是叫我过来呢，帮他干一点活，说要叫我帮他呢，把他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猪圈呢全部给他拆掉，拆掉以后呢，他要在他那个猪圈的位置上面盖2间大别野。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早早的过来呢，给东家干活。这个小朋友刚好到呢，我们的挖机也刚好开进去。因为去这个东家家里面干活，必须要在幼儿园门口经过，所以呢，刚好在我下挖机时候呢，这些小朋友也刚好全部到幼儿园门口，他们呢全部都在路边看着我那种崇拜的眼神，因为都知道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挖机，所以呢，那些小朋友都在路边呢看着我，直到我的挖机开到东家家里面。现在呢，我把挖机呢开到东家家里面。然后呢，东家呢先跟我说叫我停着，然后跟我说这个活怎么干。东家的意思呢，叫我先等2分钟，然后呢，他先把这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呢给它全部清掉，清掉以后呢，叫我再挖，先把这些空心砖，还有把这些打好的这些水泥定平呢给它挖掉，然后这些的话他就打算不要了，给别人，由他回填。现在呢，我就按照东家的意思呢，就把上面的这些空心砖，还有呢前面浇的这些水泥定平呢，全部给它挖掉。挖掉以后呢，用我的挖机呢给它全部砸碎，砸碎以后呢，就再抓给那个拖拉机呢再拉出去。就在干活前面呢，这个东家就跟我说，他的这个房子的死角边上呢有2个水管，到时候不要给它挖断了，到时候挖断的话，他再去重新接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我挖的时候呢，都是特别的小心。就在挖到刚好这个管子的旁边的时候呢，挖出来2块石板，我就给那个东家呢全部给它勾出去外面。兄弟们看到有这2个猪食槽没有？我问过东家，要不这2个猪食槽不要的话就卖给我吧，因为刚好我也很喜欢这2个猪食槽。结果呢，这个东家说这个猪食槽呢他不想卖。就在东家跟我说这2个猪食槽他不想卖的时候呢，刚好挖到他这个管子旁边。结果呢，一不小心呢，给他把管子挖断了，这下呢就嘎嘎了。现在呢，我们既然东家他不卖的话呢，我们就把这2个猪食槽呢全部给它勾出去外面，然后呢再把它的旁边这些的空心砖呢给它全部勾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拖拉机也已经在这里等着。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猪食槽放的这个位置呢，这些也全部打扫过来。管子挖断旁边的那些空心砖呢，也全部给它挖过来。挖过来以后呢，大的我们稍微给它砸碎，然后再抓给这个拖拉机。挖过来的这些空心砖呢，有好的这些的话，东家的意思呢，他叫了这几个工人呢，再截几个空心砖，然后到时候他用它围墙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现在呢，基本这边的这些空心砖呢，全部被我已经砸碎，然后全部归到我的前面，然后我们就开始等着装车。这个东家呢，看我在这里已经打扫完，然后闲着以后呢，也就跟我说他那个空心砖他也不捡了，然后叫我先装车，就怕到时候耽搁我。然后呢，我也就按照东家的意思呢，就先把最边上的那些全部打扫过来，然后抓给这个拖拉机。这个拖拉机抓了以后呢，我再把旁边的这些以前的这些老土墙呢，全部给它挖掉。现在呢，我们先给这个拖拉机抓一车，然后叫这个拖拉机去倒出去。然后在趁它倒出去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再把边上的这些给它全部挖掉。装了749斗呢，这个拖拉机呢终于被我全部装满了。但是呢，我给它按了几个喇叭，它还是不走。既然你不走，那我就继续再给你甩几场土上去。我甩了几场土上去呢，这个土都已经从后面掉出来了。这个拖拉机师傅呢还在边上看着我。再甩几场土上去呢，他就去到他的拖拉机旁边，坐在那个花台上面，还是跟那个东家在那里吹牛。然后我就再继续给他装一斗。结果呢，这个东家呢看着这个拖拉机都已经装不下了，在那里叫他。然后呢，他就把那一车已经装满的那些碎渣那些就全部给他拉出去。现在呢，我们趁他拉出去的这些时间呢，把主人家说的把这个花坛还有就是把它的边上的那些呢全部给它清掉。我们呢按照主人家的意思呢，把
外面开始呢把这些花坛，还有就是把它外面放的那些空心砖呢全部给它挖进来。结果呢挖着挖着，这里刚好挖出来一个化粪池，趁杜家不注意，赶紧呢给它填上。现在呢我把这个全部填上，然后继续再开挖，把没有挖完的这些呢全部给它挖掉，然后把挖出来化粪池那里填进去的土呢给它拍一下，以免到时候就怕这个拖拉机拉着东西的话，到时候就陷进去那个化粪池里面。现在挖着挖着呢，刚好花坛里面呢有2棵果树，我问东家这2棵果树呢还要不要，东家说这2棵果树的话他还要，然后叫我呢就顺着他这个根呢给他连土带根的全部挖出来，然后放到旁边就可以，他到时候自己种就行。然后我们就按照东家的意思就把它放到边上，把这些呢全部给它清理掉。清出来的大石头呢，东家叫我呢就挖几个坑呢，全部给这些大石头呢全部给它埋掉，因为这些大石头太大的话，到时候它这边也不好用。就在我这个活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呢，这个拖拉机呢还是没有回来。结果呢我就问了一下东家呢跟我说，叫我呢把这棵树挖出去以后呢，去给他推一下他的拖拉机，他的拖拉机呢在倒土法的地方呢陷住了，出不来了。现在呢我们把这2个大石头呢往边上放一下，然后先去推一下拖拉机。我们把这前面的大石头给它清到边上，然后呢听杜家的意思呢，就是把挖机开出去，然后开到拖拉机倒土的地方呢，去给它那个拉一下拖拉机。现在我们把这个挖机呢开到这个倒土的这个地方呢，结果呢倒土的这个东家的这个门呢太小了，我们这个挖机呢根本进不去。然后这个东家的意思呢，叫我再试一下，因为它里面拉了满满的一车土，他们要几个人弄的话，可能要弄好几个小时才能弄得出去。结果经过了好几次，这个最终呢还是进不去。现在呢东家的意思呢，就叫我开着我的挖机呢先回去他的家里面，先把那个能干的呢全部给它干掉，不能干的呢再等拖拉机回来再干。现在呢我们就开着挖机回到这个主人家里面，然后呢把花坛里面的这些土呢全部给它归到那个墙角下面，然后到时候就方便我们装车。现在呢我们开回到这个东家里面，然后呢把外面的这些花坛里面挖出来的这些土呢全部给它甩进来里面，然后把这些土呢全部归到这个老墙这边，然后到时候拖拉机回来呢就可以直接给它装车，到时候就方便很多。经过了748斗的这个甩土呢，这个土呢已经全部被我清到里面了。由于那个拖拉机在倒土的地方被陷住了，所以东家呢一家人都过去给那个拖拉机去卸车去了。现在呢只留我一个人呢在他家里面干活。但是干活的前面呢，这个东家就跟我说，叫我呢注意一下他的旁边的那个污水管，不要给他弄断。结果呢现在呢他的污水管呢全部已经被我一根的挖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兄弟们？就在我把这些该弄的该清理的这些东西呢全部给它清理掉，还休息了差不多有30分钟的时间呢，这个拖拉机呢依旧还是没有回来。所以呢我就决定呢先把这些老墙土呢全部给它挖倒，然后等那个拖拉机回来直接就装给它。现在呢我们就依次从最边上呢开始把这些土墙呢全部挖倒。结果呢刚开始挖第1斗呢就把东家的这个污水管呢给它挖断了。东家特意交代的事情呢全部给他搞砸了。兄弟们，你们说今天这个活还能不能接得到账？挖着挖着呢，我们挖到开始正对面的这个墙呢，结果它后面呢有一个茅坑，不知道是东家的还是旁边这个主人家的。现在呢这个呢茅坑呢全部已经被我们这些掉下去的土呢全部已经砸坏了。既然都已经砸坏了，那我们也不管了，继续接着干，把没有挖完的这些土墙呢全部给它挖下来。现在呢我们就基本上这个土墙呢已经被我们挖的差不多了，把沿着主人家的这个主房的这里也全部已经挖下来了。然后主人家跟我说，他这个土墙呢直接挖到有
有死角的地方就可以，它那个死角呢就不用挖了。我们把这些土墙全部给它清理完了，那个关键时候掉链子的那个拖拉机呢还是没有回来。为什么说它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呢，兄弟们？今天早上因为只有一张拖拉机，而且他拉的这一车是第一车，刚好第一车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卸车了，卸车结果就弄了一早上就拉了一车土。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关键时候掉链子？经过了一早上的时间呢，这个拖拉机呢还是没有冲来。现在呢，我们放车了呢，继续过来看一下这个拖拉机。我们过来呢，这个拖拉机上面的这些土呢，基本上全部被东家都已经卸得差不多了。看这个姿势，这回应该可以出来了。结果呢，经过了差不多有10分钟的时间呢，车子呢还真的出来了。车子回来了，现在呢，我们继续装车。东家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些老墙土呢全部装给拖拉机，然后装出去。结果呢，差不多要装满了，我问那个拖拉机师傅呢，把那个后挡门装上。结果呢，拖拉机师傅跟我说，后挡门在卸土的时候呢被压坏了。我也无语了，一张拖拉机还要没有后挡门，这么多土得装到什么时候？然后东江跟我说，这个土呢不用全部给它装出去，这个基础也不用给它挖上去，它到时候盖那2个大别野的时候呢，就直接在这个水泥地坪上面起，直接在水泥地坪上面架一个地圈梁，然后就可以直接盖那个房子。现在呢，我只需要把它的这些土清出去一部分就可以了。兄弟们，今天这个活呢，东家的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把这些土清完了就没有了，基本上就这样了。这个活呢，是我给东家1000块钱包的，结果呢，干了1天。兄弟们，这个到底是亏了还是赢了？最后呢，还是谢谢大家，有喜欢小杨的呢，给小杨点点关注。